我踩到干爹了，干爹对不起，我来帮忙。然后我就直接踩上去。大航好，回去一点。没错。我觉得这烤盘的质感蛮不错的，就看起来是柳杉诶，台湾柳杉，没有啦，日本柳杉。日本柳杉，软的，有透吗？其实可以再透了软一点。透了哈，透了。因为我没有切得很均匀，所以你要稍微抓一下粗细哦。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天棚底下？人生嘛，老天爷叫你下山就不下山，都让你头痛到不想上山了，硬要自作孽，谁有办法？这就是人生。外面刚刚下了一阵大的，所以现在我们的设备啊什么全部叽里呱啦，全部都先拉到室内来了。哦哟，不是啊，我真的傻眼哎！啊？为什么？我们刚刚研究了那么久，这是现在台湾的雷达回波图，可以看到上面有彩色的地方是云层。是我们刚刚一直以为我们在那个十字交叉的这个地方，说上面那个叉叉，对这个地点看起来没有云，正中间的那个地方。对，但实际上呢，我看完了我们的 Google Map，他说什么？我认真觉得我们现在人是在这一坨云最多的地方，难怪刚刚下了一整阵暴雨，我傻眼，傻爆眼。这我们刚好就是被撞上的那一坨。没错，因为云从西边往东边飞，我们是迎风面。真的是啊，人生啊。好啦，录啦，开录了啦。学弟快工作啦你。那个场地重新建，穷尽大赦，全部重来。啊！可恶，现在相机很稳，他看不到我抓狂的抖动。啊！刚刚一阵混乱，一番折腾，大家看这上面的雨珠，就知道刚刚我们本来想说晚餐后，大家吃的差不多了，就可以开始玩各自想玩的东西了。没错，谁知道？殊不知，人生就是这样。好吧，那我们直接开始。我今天想要来玩这个，这是我在叉叉绿洲买到的东西。因为毕竟我觉得其实这几年台湾比较会进这个，因为以前比较看不到。对，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好奇，这东西它吃起来到底怎么样？那是什么？脆梨酥？要吃看看嘛，来一根。森林系脆梨酥，咔吱咔吱。这个是柴火棒，那据说是。看起来应该是用来协助你生火用的啦，对吧？它上面写烤肉必备，快速易燃。它跟火种一样吗？我觉得应该就是像火种的东西。我想玩。如果近一点，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那种碎木屑，然后看成分材料，它就是混了一些蜡进来这样。对。草地。我摔成2根了。分你一半，我想说可以架个塔形或塔状，井字塔那种，井字塔或它的质感，它的感觉真的有点像那个什么啊？它表面真的是上很多蜡，它应该是用蜡把它固定住。对，干，我好像折歪了，它从中间断开了，怎么办？没关系啊，就当短的用。我的也是，没关系。这真的很难折，这真的不是我在讲。他说不定本来就没有让你碎掉了。他说不定这样一整片放下去也可以用。但是总是要给它一点空气的空间吧。拿出我的小赖达，我的赖达迪迦啦，赖达迪迦啦。有给到吗？有，因兜的赖达已经煮好啊。张赖达小弟弟，太久没用了，有料吗？我觉得有料。
它比火种好用吗？看起来有。给个特写，给个特写。哇，它是直接点起来哎。对。这个好快哦！这个真的有差，这明年中秋烤肉就靠它了。对啊，这真的是，这个我根本连特写都不用给，我还想说会像木炭一样那个什么红红黑黑哈哈的，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把这些奇怪的东西丢进去了。这个那个潮湿的，可以先不要吗？没有下雨，不过它看起来是不会洗啊。你看它一点就染了，我觉得它超油，它绝对不会洗。对啊，对，只是那个下去就是用来熏蚊子的，烟会超多。超快哎，真的超快。其实我是不是可以不用下一整包啊？好浪费哦。对啊，这个感觉好像一根就会染的，根本不需要下到一整包。对啊，我们是不是不小心浪费掉了？也还好啦，反正这一包才40块而已，超便宜。哦，这个难度低到完全没有乐趣，我的妈呀！对啊，本来还会想说像以前火种，你还要先生一颗，然后下去烤第一颗蛋，然后把第一颗碳去点其他的碳，然后到5、6颗之后摊开。好像还要玩一下，我连玩的机会都没有。我要玩。对，好，给你一把啦，几倍啦！不要说学长对你不好，学长虐待我。对啊，都不让我玩火。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我们公司的仪式。这是烤台湾柳杉。种在台湾的日本柳杉，就是学长的病痛快走，那我多吸一点，病痛快走，多吸一点，干套，直接呼吸道灼伤就可以下去了。对，还好。给镜头看一下漂亮的火光，然后下一看全部过曝，我去调一下亮度。那这样我觉得要多放这种看起来很像，这样会不会太暗？我觉得还好哎。这个氛围是什么？你知道吗？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啊，上片的时间大概是中秋节吧。祝你中秋节快乐！不是中秋节，圣诞节。圣诞节，中秋节不知道过多久了。你不觉得这很像那种国外壁炉里面会出现的东西吗？好，各位用火安全，现在我们旁边该备的水都有备。该准备的东西也都有准备，因为该下的雨也下完了。对，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合法露营场里面做这件事情，不要在野地里面做这件事情啊！你一定会搞个火烧山，然后又上新闻，然后又被肉收，然后才在那边哭说，为什么你要肉收我啊？为什么要肉收啊？就你白痴！先不要再添柴火太高了。我要变烟熏镜头了，我镜头要拉远。那个火太高了，烟熏镜头。你知道我原本还想带那个日本有出那个威士忌酒桶破碎的那种，有点像什么高压木屑块，那个可以拿来烟熏。酒桶的，所以它是坏掉的酒桶。你要这样说也可以，就是用完之后，因为那些酒桶也不知道要拿去干嘛，所以他们就把它破碎，然后做成木屑块，然后你就可以拿去做烟熏。像你这样熏起来的时候，就会有酒香跟那个梨木的甜味。其实蛮不错的，就是自己用那个什么砂糖，然后加一点木屑，然后稍微点熏之后放肉下去盖着，在锅子里面熏的来这样子。在野外其实也可以熏，下次也可以带烟熏炉出来。好舒服哦！刚刚被雨淋了一下，我手脚本来开始冰冷，刚刚可以有土雾了，我不知道。现在这边太温暖了没有？没有，你要先把云吞进去。云吞云吐雾。云吐雾，小心你的羽绒衣哦。我知道。对，它因为火蛮高的。好舒服哦！我真的就这样开路吧。要坐这个位置是不是？我调下镜头，我们就这样开路好了。把它吹起来。本集节目入围的有
入围的干爹有吗？还是我忘记了。我们在这个时候讨论这个吗？我忘记上次用什么那个了。本集干爹啊，对，好像是对吧？就够几盖。本爹对不起集干爹入围的有金旺电动车，不然我还要加 echo 吗？金旺电动车。又来，你上次已经给一堆回音，然后我已经懒得吐槽了。不然我这次换一个嘛。金旺电动车，电动车不会有声音啊，在想什么？应该是啊，就没了。我知道那个要模仿那个 Go Go Roll 的声音，狗狗肉的声音，然后就没了。对，这样子就没了。对，好，可以。我不知道在干嘛。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夜时间，我是云，我是大汉。哎呦，今天的开场很有力哦。好久没上山了，那就没上山了。今天一整个风风雨雨，我的妈呀！从昨天就开始了，从昨天你半死不活的时候，我帮你 carry 了多少啊？虽然说我一开始是我自己出了一个包，那个时候是8点的事，昨天晚上8点我自己出包，然后我开始处理出包的东西。对啊，然后重点是中间是8点半，我还跟那个我们的美编，我还跟美编约要开会。对，在开会。所以这中间我一边在处理我事情，一边跟他开会。然后开完结束之后，我要继续处理我事情的时候，有一个人默默的说：“我好像状况有点不太好。”那个时候其实还好，那个时候你还神志清楚，你还在赶今天的脚本。没有，其实我从接到你之后，我就一直跟你说我今天状况对啊，只是我不知道你的状况不好成那样。对，我只是表面一直看起来都很正常。对啊，是一直到晚上，真的我们突然意识到今天好像会有一些状况的时候，是在确定今天行程，然后要做一些备案的时候，你才跟我说可能明天状况会非常差。就是那个时候我直接alarm大响，不对，要至少要想1到2个备案，在你完全没有办法有任何行动能力的时候，因为我们预计这次上山要拍3支片嘛，3支片，然后还要希望有我们自己要的素材，我们本来还想说还想要去走一段那个合欢南，对，或合欢东，对，合欢南或合欢东，对，我本来还是要走一段，他今天几乎连下车都下不了车，对啊，他今天就是躺在那里，我头好痛。然后本来一开始还可以下车，早上起床的时候问你说你今天状况可以吗？你还说比昨天好一点，然后还可以讲干话可以讲干话，说不定不错哦。结果上山之后 ，no， 没有，是第一次下车的时候你们让我吹风吹太久了。对啦，那个时候因为刚好是临线，那个风真的有点。你直接把我拖到风口，然后在那边站着，然后吹5分钟的风。对不起嘛，因为早上你跟我说你的状况比较好，所以我想说。对啊，可以比较去有积极的去抓一点材料啊，因为那个地方的确是一个蛮适合取材的地方，你不得不说是还可以，但我其实也原本是觉得说那边其实，应该说今天老实讲天气没有到特别好。对啊，今天以我的标准，云雾比较多。对啊。我就会觉得说，就没有那么想要上去，对。好吧，没办法，因为时间都排了。对啊，就排了，然后，但至少又那个景看起来又好像还能看，就想说那不然还是上去一下，对啊，然后多吹了几分钟，回来就直接死掉这样。委屈你了，那边可能细的帮我再填一点。对，话又说回来，喂，屁股帮我瞧一下，这根快掉出去了。对，谢谢。好，观众就一直看我们两个在玩火。好，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森林系的乐趣。森林系的乐趣，对。对啊，玩火超棒啊！当你的老板太皮的时候，员工比较皮。
他给了我一个，我要练习翻白眼。他给了个白眼。我平常太少翻白眼了，平常都是我在吐槽，因为平常都是我在翻你白眼，好吗？平常你做的傻事还不够多吗？对啊，我难得帮你平衡一下，你昨天出包，对啊，有没有觉得心情好一点？好一点了，终于这次换我出包了，不然每次都是我在擦屁股，你心里应该也过不去，我也过不去，就又来。这次我这次我就默默让你骂，我也没有骂你啊，我就说哦，那就东西弄一弄而已。然后倒是我自己一个在那边，对啊，为什么会出这种包啊？这么基础的东西。对啊，我就觉得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包，就一个电池插不进去而已啊。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是不应该出现的事情啊。如果说天天都在买，我就会觉得，哦，你连这个天天都在买的东西都出包，我就会觉得很扯。对啊。但如果是一个，因为毕竟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新的素材，灯嘛。对啊。可是对我来说，这个就应该是我应该要知道的范围。对啊，就觉得现在公司开始内部有一些组织了，对啊，然后开始有一些小案子开始在跑。那我觉得像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既然每个人各司其职，那个东西是属于我的范畴啊，就是加减要上一点点发条啊。对啊，就是出这种包实在太扯了，好吗？像我自己其实也不太喜欢，就是大家。虽然要讲工作啦，可是我就不喜欢大家把气氛弄得非常的紧绷。哦，对，因为虽然紧绷可以提升大家的效率，但是有时候你要做一些创意的东西的时候，你在紧张的状况下，其实很难去有所发挥。对啊，这样讲是啦，因为毕竟我们是创意公司。对啊，如果像这样子。的确是没办法做得很自私，但是我又会觉得说，想事情的时候，想法可以漫无边际，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但是当在执行操作的时候，如果是也不能说是漫无边际，就是有一些该做到的事情没做到的时候，那我觉得，哇，那个声音，我想收的就是那个声音，对，对。但是我就会觉得说，既然你都已经想出个想法了，但是你因为执行不到位，让这个东西没办法实现的时候，就会有点浪费，就会浪费掉那个想法。所以我会觉得说，那个包虽然说这不算非常的大，但是我又会觉得说它是一个不应该出现的东西，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不算非常大的包。它才是一个不算出现的，因为如果出小包的话，好啦，我觉得可能也是要看内容范畴啦。可是那个就是你只要有认真看规格，就会看到的东西。就我自己眼托规格看错，所以买来的电池装不上去，而且我又很晚跟你讲要购买的清单，因为我本来其实我可以早一点，因为我们其实很早就讨论说要买这个东西了。对啊，对，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在给自己一个算什么反省书嘛，悔过书。对，在列点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我们很早就讨论出来了，但是我没有在讨论出来之后就马上开始找这个东西。对，所以第一个是我们购买时间拖了，然后因为购买时间拖了，所以当我买错东西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再去找备用的设备，我们没有时间再去问厂商我们有没有能够替换的品项。对，然后我觉得就这些东西全部叠在一起，再加上你的状况又很差，对，所以变成说 ，Well， 它好像就变成一个本来很小的事情，被不是无限，就是它就被放大成一个会影响到今天的拍摄会不会 delay 甚至取消的一个行程。我觉得这我没办法接受，对我自己来说。虽然这听起来有点像那种蝴蝶效应，是不是？啊，对。对，可是我自己觉得，其实灯本身在挑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有 Plan B 的东西，因为它上面有 Type C 的孔。对啊。对，当初是因为它有这个电池孔跟 Type C 的孔，所以我们才去买它。对啊，可是我那个时候我也是漏看了一个，是我那个灯，这再讲下去可能太细了。就是我本来以为那个灯本身会自带电池，结果其实它没有自带电池。对。所以我本来想说，如果
电池插头或电池当下没电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它自带的电源当无线的灯。结果我没有看到说它并没有电池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总体下来我会觉得蛮夸张的。对，就它每个都是小东西，但是所有东西我该注意的都没有注意到，然后变成了一个昨天出的包。那这个就是我会自己想要写一份悔过书传到公司群组里面的那一种。了解。对，因为毕竟之后我下面会带人嘛，这样子听起来的话，如果这有摄影什么的话，应该因为应该听起来之后会是我下面带人，因为就你辈分最老啊。对啊，就我最少开始被你使唤啊。那如果是连我出这个包都会说没什么关系的话，那我觉得下面的组织松散度一定。就在我们在给想法的时候，我们都不会给像我们群组里面开会的时候，好熏，没办法，风向就变了，对，就像我们自己开会的时候，其实我们开会的内容天马行空，我们开会的时候，有的时候甚至有点像在玩，甚至不像开会，但像这种要实际执行的东西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比较严谨的制度或一个比较严谨的程序去跑这些执行的东西的话，我觉得我们前面想的东西很容易变成空谈。我觉得这个大概分2块。对啊，既然我们都聊到这里了，那我们就顺便聊一下我们公司的东西吧。对啊，因为本来今天就是希望年末又到了。对啊，就我们今天的主题先讲，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讲开头跟主题。对啊，就是你知道年初那个直播明明还历历在目，然后我现在已经年末就在这里跟大家谈说我们今年又干了什么事？对啊，然后明年要干嘛？好可怕。对啊，上一次上山为什么要读森林系？对啊，这一次上山要聊什么？放弃森林系吧。对啊，为什么不放弃森林系？为什么不放弃森林系？对啊，是不是？好，一个一个来了。一个一个来了，对。先从我们自己先从事情吧。对啊，我们想说可以聊一下我们的公司跟那天你说想要聊公司文化的东西，对啊，因为我觉得其实算有一些想法，真的是一边在看别人怎么经营公司，然后会慢慢蹦出来说，我喜欢这个，我想要这样子的风格或这样子的文化进到我公司这样，对，因为像你刚刚有提到松散度这件事，其实我自己会把它分2个层面来看。一个是比较个人的部分。因为你看我其实平常很少会去管你要做什么事情。对啊。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自律的一部分。对，那你自己有办法把自己管好的时候，我才要你这个员工。对，因为这样不管我交代什么事情下去，你自己就会把它管好，我管那么多干嘛？我只需要跟大家说，我现在要把船往哪里开，那大家就会知道说，我要开始怎么动，我要往哪里去动。对，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工作，跟大家说要往哪里去。那把自己管好这件事情是自己每个人要做到的事情。对。那再来谈到另外一个层面，其实你刚刚有提到，有点像规则这件事。我觉得规则这件事情不是不能有，而是它应该被放在一些比较不重要的事情上吗？也不能说不重要，而是它是一个就好比说像我们出来这样录影好了，那我们原则上会有3个东西，一个是录影本身的 SOP，就是声音设备的 SOP， 然后我录影器材的清单，然后我要准备的食材的清单，这样，就是这种就是它很简单，然后你不需要什么太多的创意，它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但是因为它有可能会漏，对，怕遗漏的，对，所以我的规则它是用来协助我完成这样子的流程，对，我会有规则的时候，是我希望运用规则来避免一些容易犯的错误，才需要规则，对，那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觉得规则它才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哦，不然其实你定那么多规则啊，就是留给大家钻漏洞的啊，何必呢？对吧？是这样。就像台湾的法律好了，很多时候法律定出来就是让大家游走那个法律边缘的嘛。对啦，法律是最后的底线。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所以何必呢？那我当然要经营一间公司，我当然是用道德底线来约束每个人嘛。哦，但是这样不会变得比较人治吗？会啊，对啊，因为比较人治的话，就假设是有件事情是，它可能不是一个影响公司走向的事情，但是它可能也是需要大家一起做决断的。像，好，不好意思，我忘记刚刚到哪里了。钻漏洞，台湾法律。对啊，我记得刚刚你好像要讲什么，我忘记了，因为它断掉了。因为我自己其实就你说人质的部分啊，对啦，会不会变得很人治？对啊，对，我想起来，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公司里面有一件事情，它可能本身啦，它并不是影响公司大走向的，但是它就需要大家一起做决定。好比说像什么，好比说，假设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然后我们开会的时候可能有一个东西，美编的话，假设像美编，那当然你可以说，我就指定有一个人，你是组长，你可以你拥有做最终决定的权利，对，这当然，只是这样子，它就变成说那一个人的边界会变成你公司的边界，对啊，就我这样讲，好像以创业公司来讲，这样子好像是行得通的，但是我会担心说，它会不会变成说，它会变成没有办法去制定一个明确的标准，说今天大概做到什么程度？因为假设前一个美编他可能离职了，然后或是他可能被我调动到其他的专案去，变成他下面或者是其他的助手来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会有另外一套的边界，说他想要做事做成什么样子。那他们如果本身做事是很严谨的时候，那他下面的员工就变得很严谨。他如果本身是像我们这样很自由的时候，他下面员工也会非常自由。那这样子不就变成说，明明是同一间公司，可是你希望的风气是自由的，可是下面却是有严谨有自由，有严谨有自由的。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回到你当初怎么会让这个员工进来啊？选择他的目的。对啊，你为什么需要这个员工出现在这里？这个是我们这些上层主管要决定的事情。我现在是上层主管。对啊。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对啊，我们在谈的是这件事啊。那公司文化的建立一定是从我们这种比较核心的人物散发下去的。我今天给你的观念，我在做的事情，然后我选进来的人，他必须能够 support 我去达到我想要的方向。那我觉得有时候是不同风格人，他也许适合出现在公司不同的阶段，我觉得这样也无所谓啊。对啊。对了，因为人本来就会来来去去的，我也不会今天跟你说，你就是必须一定要待在这里。对啊。那假如你觉得你找到你人生的新方向，该走的时候我也拦不住你啊。有道理。对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会比较，人质一点嘛。看好虚。那这样我可以理解了。你想要这把点起来，你会不会冷？我觉得有点冷。会冷，但他一直朝我吹。你的帽子。中场休息15分钟。